啥呀？要挑战龟尾豆？对啊，我刚才就吃了一个，然后也没有吃出来是什么味道。那是因为你吃到好吃的了，是吗？我刚刚吃了一个，我就不说是哪个口味了啊，我觉得我瞬间吐出来了，就是太难吃了。说到呕吐啊，大家不要玩我的表情包了，我看到好多人都玩我的表情包，就是我那个呕吐的表情包。吐的表情包。啊，你也看到了，对，很多人都在发我那个，就是，哎，都怪你喂我那个豆汁，那个好喝的，虽然我也喝不下去，我有点觉得很恶心。我喝了一口，当时我都有点难受到了，我直接就是把头伸出那个屏幕外，我就一直在缓，最后我吐出来之后，我才把那个头伸回屏幕里面。还好。那你也没有喝多少啊？我也喝不下去，但也不至于就是说，像我那样确实挺难喝的，我没有办法反驳你。季川好像晒黑了，他不黑，他其实很白，季川一点都不黑，就是因为他太白了，只是有我在旁边显得他嘛。如果我不在旁边的话，他会显得很白的。对啊，给他遮住。对，季川不黑的，没事，大家不要再说他黑了，哎，对，其实我们今天白天的时候啊，有个争论的辩题，到现在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有争论一个辩题，没有，就是僵持不下，然后正好我们两个的观点完全不一样。对，然后正好有那个大家帮忙，就是支持一下，看谁的观点对啊。其实我觉得我的观点会支持的人会比较多。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在问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到底是喜欢重要还是合适重要？就是喜欢和合适哪一个更重要？你看对不对？我觉得支持我的人比较多，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还一直在吵呢，我们两个一直在争吵啊。就是他说喜欢更重要，但是我会觉得合适很重要。那你这样想，那你说啊？那比如就是你看啊，那就是比如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然后没有喜欢，就是两个人蛮合适的，然后见到双方就像朋友一样，就这样啊，你好，然后每天睡醒了就说啊早上好，然后没有就是两个人只有合适，然后没有喜欢，那我会觉得很枯燥无味啊。但是你只有喜欢的话，你们的三观和你们的三观啊、认知啊、生活习惯啊，各种都不同的话，在一起也会很难受啊。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呀。难道你的生活习惯难道我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他的生活习惯，我可以选择包容，我也可以让他改掉啊。那你每次洗漱台上，那你一堆水渍、掉的头发，还有一些隐形眼镜盒，你也没有扔啊，都是我自己收拾啊。所以说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说喜欢是前提，合适是要素，就是我还是觉得合适很重要，因为合适是两个人之间关系会走更长远。我觉得不能拿我们两个来说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跳出来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。那跳出来视角，那大家也都是喜欢同样的。我们还要跳到哪里去？我们要跳出3界之外，不在5界之中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，肯定有合适的。合适有合适的。那是什么？就是那你说出说服我的理由嘛？我想知道你的理由。你看哈我看大家说什么。你们就是你喜欢他，
然后但他未必跟你合适，就你们未必就合适。但是你和这个人，比如说 A 和 B， 他们2个人，生活习惯相同，三观相同，认知一样，然后呢，就是很有默契，然后他们2个就是很合适嘛，一定很合适，对，他们2个长得也很好看，对，然后他们2个还有身高差，然后，对吧？他们2个，你在暗指谁？就是他们2个对吧？就很合适啊，是不是很合适？目前看是合适的吧，对吧？但是是不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非常舒服呢？相处是舒服的。那也没有啊，有时候也会有争吵啊。那昨天晚上不是吗？非要我说出来？你看，他完全被我说服了，因为我是拿事实讲的例子，我可以讲吗？我要征求你本人的意见，我看大家都非常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。你说吧。那我委婉一点说，昨天他生了一个特别大的气啊，他昨天生了特别大的一个气，然后他就是我当时都就是怎么讲呢？就我印象很深刻，我洗完澡了，然后就是头发也吹干了，然后就睡衣什么的也换上了，然后也护完肤了，我准备睡觉了，突然有人敲门，外卖到了，我以为是他的隐形眼镜盒呢，因为他有那个刺泡嘛，对不对？结果是啤酒，就是他就在那里一个人很不开心，喝闷酒，然后我在想，我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？然后他上去跟人沟通。然后他就是借着酒劲，就是也不是说争吵吧，就是借着酒劲跟我诉说他的委屈，然后就是哄了很久很久，然后哄到3点半才哄好，哄到凌晨3点半才哄好，哄4个小时。但是，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也不管你了。那你说啊？他洗完澡说他没有换睡衣，他是裸着出来的。你神经病啊！我穿老汉衬衫不是睡衣啊，我穿的老汉衬衫，就在那个 vlog 里面买的那个，他口出狂言啊，不要理他，他口出狂言啊，就是我那个睡衣是我在那个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优衣库的 vlog？ 我有买那个老汉衬衫就是我的睡衣，他口出狂言啊。你看吧，我没有。热吧，我没招了，兄弟们，我没招了。你要干嘛？他耳朵红了，他从那个，他从有点黄，现在有点红黄的感觉。你给自己扇风吧，给自己扇风。给你自己扇风吧。给我说红温了，给你自己扇风。他口出狂言啊！对啊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，兄弟啊！也没有吵架了，就是在那个，就是我们2个在环球影城玩的时候，就是昨天我回去，他有点累，就是有点累。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就是可能，我来说吧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可能每个月可能都有那么几天。你不要说这种，就是我说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，我说心情很低迷，就是我有时候我也自己说不清道不明，我到底为什么情绪很难受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就是我笑死了。你说，就是你自己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九们知道，就是就是你很难过，但是你不知道你因为什么难过，但是你的就是你能懂吗？我能懂了，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，就是还是因为我觉得是我质问你的原因，因为我在质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
那出来玩到最后我还不开心，我说这是干什么？对不对？玩了一整天，到最后还不开心的回家了，然后我就有点压力他，然后他不开心了，他就昨天晚上可能也是因为太开心了，就是有没有人是这样，就是可能开心到极点，然后下一秒就开始会伤心到极点。真的假的？这也是个理由吗？这是一个理由啊。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说？昨天晚上问他啥都不说，就非要喝完酒之后再小吵一架。你昨天晚上说这什么事也没有啊？你看，没事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说啥？你说。喜欢跟合适啊，又回到这个话题上了。就是好了，都重要，喜欢和合适都重要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了，喜欢合适都重要了，好了。好，对，我们握手言和，好不好？对，都重要，好吗？就是应该是喜欢是前提，就是喜欢是你们的开始，然后合适才是你们走的会更久远、更长远，对吧？对吧？你还想继续讨论啊？那你觉得，如果两个人毫无爱意、毫无喜欢，他们能走多远呢？他现在跟我没有在一个频道。我说的是，对啊，喜欢是开始，对啊，就一定就是他是有喜欢的，然后呢，有喜欢，喜欢是开始，然后但是在喜欢他又合适，是不是合适会让他们走得更远，对吧？好了，你说的对，对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没错。是有一颗少女心啊。左右更喜欢剧里的周颂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季传啊？看着我说，这个我要思考一下。其实我觉得都喜欢吧，这个我没有办法二选一，因为毕竟周颂也是你演的嘛。你难道说你不喜欢你演的周颂这个角色吗？是吧？如果他们两个二选一的话，我想一想。你们两个五开吧，我觉得你的人格魅力丝毫不比周颂差，虽然周颂也有他的人格魅力了，我觉得五开吧。我在努力钻水中。但是确实了，我是觉得虽然他和剧里的周颂反差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大家也经常说剧外跟剧内和就是形象反差比较大嘛，对，但是各有各的人格魅力嘛，那比格也有自己的人格魅力了。有人在问我，左右老师，比格到底好不好？但是谁说比格坏，季传好？谁更好哄？哎，这个还真要说了，因为昨天晚上刚哄过，那周颂好哄一点吧？周颂要好哄一点，我对着周颂说，我说你看看我，然后就哄好了。我们哄他的话，我要哄很久，我要从11点哄到3点半。这个不怪吧？这个是事实吧？对吧？这个是事实。这个是干嘛？他一直在笑，你我肉眼可见他有点红了。
是吧？换话题。对，然后我们换个话题，我就不一直处刑他了，因为昨天晚上，是有点难忘的经历了，我们就不提那一段难忘的经历了。啊，季川哄过左右嘛，他一直在哄我。他这个是一直在哄我的。他挺好哄的。他挺好哄的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先跟我讲，能不能说？毕竟你口出狂言，太吓人了。不是什么大事儿。那你说，那你直接说就好了。就可能咱橱窗可能会臭的。突然想起来。啊，这个不要讲，这个不要讲。那你回去快丢掉啊！好了，没事，这个不要讲。没事，回去丢掉就好了。季川老师不再依赖左右老师算长大吗？这个回答，我的回答有点嚣张。其实我是觉得，我有能力可以依赖一辈子啊。我从很早看到这个回答，我就想回答这个问题了。季川老师不能不依赖左右老师。那肯定的呀，没有不依赖的义务啊，对不对？你快喝一点吧。还有人问我们两个互换了身体，你要干什么？之前你很多次都讲了，如果你要有我的身体，你要去大吃大喝。我有你的身体。我将一天的不停的吃。那也还好，顶多是长点痘而已。会长痘？会啊，我就这现在就有痘了，就虽然可能有点下去了，没有，那就是化妆盖住了。感受是对方身上有什么自然的味道，我身上有什么味道？他身上一股刚吃完的那个菜香味儿，一点都不浪漫。我发现这个人，这个人一点都不浪漫。哇，你对啊，奶香的。不要这么尴尬嘛。这是什么松松软软的小蛋糕？他在处刑我，他在处刑我。哎呀，那你说，你是喜欢慢慢靠近这首歌呢，还是喜欢你是一种直觉？这个我不端水了，我有自己的私心啊。我喜欢是一种直觉。我之前就是我们两个去录歌的时候，我在外面，不是我在里面那个唱那个慢慢靠近的时候，超级紧张，我就一直在捏裤脚，然后给你们模仿一下他录歌的时候。你模仿。这样，一边捏着手，衣服这样，就这样，然后唱。这口气就一直憋到开始唱，就这样，他特别紧张。眼神就让我心翻涌。对不起，因为改词了，改词之前是那个，对，我是火象。
佛像，对啊，知道吧？没事，换你了。我们佛像就是这样，善良、勇敢、真诚、可爱啊。我们佛像就是那放荡不羁、爱自由啊，成熟稳重是吧？对啊，成熟稳重的风向。哦，哎，有人问，说到这个，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其实我觉得剧外跟剧内完全是两个极端吧。剧内是一见钟情，对，那剧外的话其实就是日久生情，没错没错。就是跟剧内的话，就是完全正好是相反的，对，跟剧内完全是相反的。剧内其实周颂对顾浩是日久生情。哦，那确实。对，然后对，顾浩对周颂是一样的。严谨都有，对，严谨。对，今天有游戏吗？我们接下来玩这个游戏吧。可以啊。很多种口味的怪味豆，这得，我已经知道里面最难吃的是哪个。你闭眼，我给你挑。那你告诉我是哪个，一会儿挑给你吃。我不。那我们先来吧，我们给他开始吧。我先对视，先让你吃一个，好吧？然后你就我们有这个，不许看。不是，先让你猜嘛，就我们有不同的味道，然后我就会先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味道，然后让他猜，让他吃一个，然后对视10秒，我看到了，如果他3次机会都猜错了，那我就惩罚他跟我对视10秒，不准笑。这奖励他了。那你现在闭眼，我给你挑一个。好。大家能看清楚上面的字吗？我给挑这个。哎，不是，好像是这个吧？掉，来吧，再吃一个。有人说你偷看哦。没有啊。还挺好吃的。那你猜吧，你猜什么味道？我现在记一下这些味道，一会儿我好猜。是这个吗？樱桃味儿。错了。那我不小心挑错了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事，你继续猜，我猜错了。那就青苹果味儿。也不是。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其实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。我一会儿教给你，你先猜。青草味儿。青草味也错了。但青草味也错了。你怀疑就是故意的。你听到惩罚了就故意的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那个就是小窍门，就是你看，你说它是樱桃味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挑错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把它的颜色搞混了。我是按照这个猜的，我是按照这个挑的。那你就去选和它颜色接近的呀。就什么情况容易出错？就是2个绿色的，我分不清深浅，然后我挑错了。你看，我可能以为它是那个青苹果味，结果它是西瓜的绿，然后就说明我挑错了。对啊，然后你就可以按照我这个颜色，然后来分别这些东西。你看我樱桃味你没猜对，那你就可能我说我挑错了，可能没注意好颜色，然后你就去选。好，我们惩罚吧。它的接近的呀。学会了。他其实绝对是故意的。我们惩罚吧。不准笑，笑的话出手心。
抽手心吧。我看到他的嘴成这样了，上扬两个像素点啊。我抽过这个，我轻轻的抽吧。好了 OK， 到我了。来吧，那我闭眼啊。我看一下。黑胡椒味儿，错了。错了。哎，这个游戏好难啊，肉桂味儿。no，只有一次机会喽。呕吐物味儿。赢了。其实是弹幕有人跟我说，对不起，那我还是接受惩罚吧。对，这个确实是有点难，我没有猜出来啊。说10声，计算最帅。说10声吗？太多了。对。那除以2是5声。那个季川比比格帅。你好好的跟比格较什么劲啊？这是惩罚，只要照做就好了。季川比比格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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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但凡比点好的呢？比格是那个可爱，你跟他比帅干啥？他肯定没有你帅啊！那帅谁比得过你啊？昨天在路上玩的时候，有个小弟弟跑过来拍我们两个，说哥哥你是大明星吗？然后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他可是大的大明星，然后就跑掉了。那比帅肯定是没人比得过你啊！在路上直接被人问是不是大明星，你快来变吧，我这次随便挑一个，我挑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味道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比一下吧。哦对，忘记给大家展示了，没关系，我记得。这个很难猜吗？我给你挑了个好吃的。对啊，那你自猜它什么味道？我感觉这跟我上次吃的是一个味道。我不知道啊，你猜一猜。耳屎味儿。你喜欢吃耳屎啊？我给你挑了个好吃的。香蕉味儿。也不对。好棉花味儿。哦，这个居然猜对了啊，太厉害了！那我他在模仿我的经典动作。那你说吧，你说定什么惩罚？还是说你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？让我看一下。又要奖励他了。
重温一下，你当时是怎么哄周颂老师的？哄周颂的，那很简单啊，我都哄过很多次了。你想看这个啊？人他完全就是在奖励他自己，好吗？就这样，还没开始哄呢，他已经笑了，算不算我哄？没有，我哄好了呢？不算。是什么？来吧，周颂，你看看我，他已经在看我了，他盯着我不看，他盯着我不动，好不好？他盯着我不动，好歹周颂还有点回头的动作，周颂不看我，然后他是一直在盯着我，承认吧，你也很为我着迷吧？确实啊，因为他是季川没，那这个没错，确实，我们季川是这样的。什么呀？就是很爱欣赏我的美貌啊，很爱欣赏我的帅气啊，我们季川是这样的。我开玩笑了，开玩笑 ，OK，我是开玩笑了。感觉这个很好猜，这个味道很浓郁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。尝试猜一下，青草味。No。青苹果味。不对。还不对。可是这个味道真的很浓郁哦。西瓜味，对不对？这不对，那是什么味道？好了，深井水果味。我再吃一个，是什么颜色的？我再吃一个。是吃这个吗？不对，那是哪一个？这上面有斑斑点点那个。这个吗？不是对，这个是棉花糖，烤棉花糖，对，不管了。好像，就一个这个口味，给我彩票了。刚才那个味道确实是蛮好吃的。没有了。我觉得我们增加难度怎么样？干嘛？加什么难度？像吃水果那样闻你嘴里的味道。对，可以啊。我们增加难度。可以啊。要先。上把错，先乘法。让我想一下。什么乘法？我一猜他就是想要这个。那你就用你现实哄季川的方式再哄一遍。你真的想听啊？你忘记昨天晚上我是怎么哄你的？你美化一下行吗？可以啊，我美化一下。其实我是不知道怎么美化的，那我就是很直白的告诉你，我说，很多事情到最后你都成功的做到了呀，所以说你不必为中间经历的很多次失败
沮丧，就是你最后你既然都已经做到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在乎中间那些失败的次数呢？对不对？你既然已经走过来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就是去在意中间那些不好的言论评价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晚上是有点在质问他的那种语气，我有点生气，因为他一直在因为以前的事情而伤心，我就很生气的问他，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去想以前的事情啊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今天美化一下的话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在以前的失败呢？既然都已经做到了，既然都已经成功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像发明家发明了很多东西，那他们会因为今天失败说他们已经成功造出这个东西来了，那他们还会因为之前的失败而伤心吗？就说哎，我之前怎么失败了那么多次我没有用，但他们最后都成功了呀，对不对？你既然都已经做到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在乎之前的失败呢？是不是？这是我美化的方式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很认真的想告诉他，但是我估计你想听的不是这个，你想听的是说啊，季川太棒了，你终于做到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想听这个？其实我太了解他了，他想听这个，对。我说对不对？其实我一猜他就想听这个。那我们开始，我吃你猜。啊，可以啊。那我看。哦，你小刚才想偷看？怎么一股洗衣粉的味道？这什么味道？你自己吃的话，你肯定给自己吃好吃的，柠檬味儿。这个味道很模糊啊。这个味道很模糊啊。臭鸡蛋味儿。很臭吗？不臭啊。那是吗？不是。肥皂味儿。我说怎么有股洗衣粉的味道啊？还真是肥皂味啊！我都已经吃了一个这么明显的了。对，那确实是对。但是你没有想到会自己吃这么难吃的东西。哦，那确实，因为你是一个是我刻板印象了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奖励自己的人。好了。我还在想呢，我让你做什么惩罚？我想一下啊。对啊，惩罚对他来说就是奖励啊。对，那你就替周颂说一个在剧里没有对郭浩说出来的台词吧，就对我说。在剧里没有说出来的台词。对啊。好。就是你每一次不来找我，我都会觉得患得患失，我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所以我很希望你能第一时间来找我，不要躲着不见我。那你要给那个你要给他买普拉的人去哪儿？
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记得在剧里面，我要替顾浩争取一个解释。那我在去你家找你的时候，明明上一秒跟我聊天聊得还很开心啊，虽然对你也是心不在焉的跟我聊天，然后你突然就到卧室去打电话，说要给他买奢侈品，那个人去哪儿了？你们两个有没有分手？好吧，我也口出狂言了。其实，其实早在爱上顾浩之前就把他删掉了，对不对？也算给大家一个解释了。对，其实那个人就是，我看你真的很笨蛋，你完全可以其实就是在和你确认关系之前，就这两个关系已经处理好，它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而已。对啊，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回答，你要想这么久，你看，对，从此此生分明了，你不是渣男。就是，我确实吓出一身汗。对啊，他只是过客呀，就是你才是真爱。那你为什么要会被吓到啊？你还和他有别的联系啊？哎，你看这多少了？继续，你是我猜。那你先编吧，我看我随便自己挑个味道，随便自己挑个味道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我吃完了。你憋着嘴我怎么闻？开玩笑。好了，我不要奖励你了，我不要奖励他了。这个味道，呕吐物味儿。不是啊，哦，为什么会加到呕吐物味儿？很难闻啊，这个黑胡椒。也不是啊，它绝对不会出现在这一页，绝对会在这一页。你确定吗？那你输了，你都不用猜了，你直接就把它刨出去了。那肯定就是在这一页。对啊，那它就是肉桂味儿。也错了，那是哪个？我吃的是樱桃味儿。樱桃。对啊，很香甜哦。你自己尝一个，很香甜啊。是不是？就是很香甜的一个味道啊。哦。讲一个惩罚吧，想一个惩罚，速速惩罚。哦，不要奖励他了，有没有什么真的能惩罚到他的呀？说出5个优点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。对啊，我的优点很多。不好意思，开玩笑，依旧是开个玩笑的。我在讲冷笑话。想一个吧。想一个吧。对，哎，对你说，你说，比格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和你比了。换一个。好吧，那我换一个。
就换今天晚上你睡沙发吧。你今天早上不是说沙发挺舒服的吗？我刚刚看到有人，不是我想的，是有人在说，那今天晚上就睡沙发吧。力哥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和你比了。可以，我算他通过了，算通过了。便宜他了，确实有一点啊，这有一点啊，早知道就规定第二个惩罚了，早知道就不说第一个了。这么相比，我觉得还是比过那个好一些。要开始，我这你猜了，还要奖励自己啊？你奖励吧。然后开始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。好，变好。你都看了？没有。你笑啥？我没有偷看。我没有偷看啊，没有偷看啊，不要乱说，大家不要乱说。鼻屎味儿，你偷看了？我没有偷看，我没有偷看啊。你居然知道鼻屎是什么味儿？好吧，但是这也是我真猜出来的。你看，我只偷偷看到你吃了一个绿色的，然后你看它绿色的有鼻屎味儿、青苹果味儿、西瓜味儿、青草味儿，这么多，我一闻都是一个很难闻的味道，那肯定是鼻屎啊。对不起，我偷偷耍赖，对不起。但是这个味道也确实是很难闻啊，就是哇，扑面而来的一股浓烈的鼻屎味道，我靠。对啊，但是也确实是我的错。如果我没有那个偷看的话，我可能会猜什么蚯蚓味啊什么的。好，终于轮到我惩罚了，对吧？你惩罚我，我就不奖励他了，对吧？干嘛？你先漱漱口吧。说出季川的5个优点，那这个也是易如反掌，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。可以啊，你就想听这个？我们季川，大声啊，我们季川，很快就可以哄好。长得帅，长得美，脾气又好，然后也是很成熟、很沉稳的，也是易如反掌啊。他们说再加一个。再加一个。再加一个的话，那就是，也很听话。哎，他们又说再加一个。我没有看到，不好意思哦。我再猜一个，我就不行，我猜不出来了。你可闭眼，我随便吃一个了。你闭眼。信我，真的。好，我吃了，你已经吃过了，你猜吧。我再
再闻一下。啊，青苹果味儿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，因为我吃的颜色我看不出来，就是青苹果跟西瓜味儿是其中一个了，我也吃不出来。我再吃一个啊，我刚才吃的是这个，然后现在是这个，我来确定一下你有没有猜对，好吧？猜对了，青苹果味儿，对，没错。因为这个西瓜味儿很浓郁啊，这个还挺好吃的。那我要给你一个惩罚看看啊。啥惩罚？你也干嘛？撒娇叫哥哥。你确定吗？那也是易如反掌，这也是易如反掌。哎呦，季川哥哥，季川哥哥，季川哥哥。好尴尬呀！干嘛一定要让我撒娇啊？很尴尬的，我有点红温了。一下，易如反掌。这个算对我的惩罚吧，人太多了，这个有点尴尬的。虽然我私底下也还好吧。嘴又怎么这么白呀？因为有你衬的呀，因为有你啊。如果你不在旁边的话，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皮肤色而已，就是因为你在旁边嘛。贴脸。觉得对方是什么人？我看一下。过了，好吧啊，上。过了，没看到。谁更擅长制造浪漫惊喜？这个要认真探讨一下了。浪漫惊喜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我们两个的风格不太一样，就是比如说，他是很直给的浪漫，然后我会那种理想，就是那种我是怎么形容抽象那种浪漫。就是你就是喜欢偷偷的给惊喜呗，就是那种浪漫。对啊，原来如此。那你这个确实是还是很了解我的。对，确实，如果要制造惊喜的话，我会直接就是展现出来。我差不多会这样一点。哎，有人说你闷骚哎。他说的对。其实还好啊，我私底下觉得他不是很闷骚，他只是在大家面前有点闷骚。我私底下觉得他还是很活泼开朗的，蹦蹦跳跳的。觉得对方是自己特别的人吗？是。我听到想要的答案了。哦，对，说到兔子，好像我们跟兔子有很多关联啊。是的。我们昨天逛那个环球影城，还买了那个兔子的发箍。当时我们有录那个 vlog。对。然后在剧里面它也是个兔子，然后现实生活中大家说我兔牙也很像兔子。我们跟兔子却还蛮多关联的。
小兔子，楚楚脸，你的脸。哦，对不起，是不是蹭花？也还好，我看一看。那没事儿，也还好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看啥都没有，这啥？就那个剪子啊，健身的剪子啊，之前不跟你说来着？哦，就是健身就装那个，你不也有？我也有对，你这也有。蝴蝶结笔芯，再来一次。蝴蝶结笔芯。你忘记了吗？我没有忘好，记。那来，我这笔芯，还是这么说？啊，对，这样。蝴蝶结笔芯。对啊，我是心啊，你是蝴蝶结，你是蝴蝶结的两个结，就这样。你笔芯，你笔芯。然后我是蝴蝶结的结，是这样吗？是不是得这样？啊，对，是这样吗？好吧，好像有点抽象，有点笨笨的。我们两个有点笨笨的。哎，是不是得这样之后你的手也是这样？这样是吗？是吧？你试一下这。对。然后。哎，我们这不像啊，我们两个人是笨笨的，我们。蝴蝶结笔芯，我只知道比蝴蝶结是中间一个圈，对啊，那边是一个这个。对啊，那所以说蝴蝶结笔芯不是一个心上面，就是这样。对啊。比比手心，手心，他的手要大很多。你的健身效果怎么样？看到有人问，其实我觉得你的健身效果还蛮强的，我看一看，其实还行。还得跟着你练横穴。我觉得他的健身效果还蛮好的，跟我第一次见他，到现在形象变得还蛮大的。好了，大家，我们一会儿要下播啦。今天，播了1个小时。这个不能看腹肌的话，这个不能看啊，这个不能在这里展示啊，兄弟们。小狗耳朵是，小狗耳是这样？啊，对啊，没错啊，这两个小狗耳朵圆圆的。哦，不对，是这个。给你来个飞吧。大显示这样比啊。金鱼问是这个我不会，我们一会儿下播去学习一下，好吧？这个完全不会，我们下播去学习一下。好了，大家，我们要下播啦。我们下次见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下播了。我们下次见。好，那大家也去学习吧。拜拜。记得早点吃晚饭，早点睡觉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我们下次见，好不好？拜拜。下次见。